我要举报！叶府便开公司直升机出去旅游、探亲，公私不分，善用公司资产，建议立刻开除。真的假的？不知道啊，没想到叶总是这样的人。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架直升机真正主人其实是我。我叫叶玲，是云城龙头企业江氏集团的副总。在外人眼里，我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但其实我还有另外一层身份。我丈夫因病去世，给我留下亿万家产和一个儿子。因为江凯长相酷似我丈夫，我才愿意跟他在一起，并帮助他创业。哼！既然叶宁敢违反公司规定，叶宁从明天起不再是公司副总，开除叶宁，以儆效尤。二人密谋要跟我彻底清算。既然你选择无情，那就别怪我无义。现在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说我私自用公司直升机，这直升机本来就是我的。叶总，你这不是胡说吗？你知道这架直升机是全球限量的吗？还真敢说，您不会喝多了吧？是啊，谁不知道这直升机全球只有2架，另一架就在咱们公司。听说价值8000万美元，你怎么会买得起？江凯，你自己说直升机是谁的？当然是公司的，大家都知道。对啊，直升机每天都在公司，大家有目共睹。好啊，既然你说直升机是公司的，那就把购买合同拿出来。你没有，我有。各位看清楚，这架直升机是我3年前买的。当时江凯创业初期，为了充面子，向我借了这架直升机，所以我根本没有私用公司财产，这本来就是我个人的私有财产。居然是叶宁的，那江总为什么不说？对呀，那岂不是公司想占有个人资产？真过分，说是叶总的错。对呀，江总太过分了，这是假的。江总，你说这是假的，那你倒是拿出购买合同啊，看看谁真谁假。你就是故意找事。叶宁，你被开除了，男人给我把叶宁拉出去。不用你开除我，现在就算你跪下求姑奶奶，我都不会留下。你从今以后，许巍接替叶宁担任公司副总，你叶宁赶紧给我滚蛋！我好心帮他创业，他现在却变成一个白眼狼。开除我？你忘了公司的合作商都是我找的，我走了，公司就等着破产了。江总，公司没有叶总，我们和那几个大客户的合同怎么办？是啊，年底了，合作商只认叶总啊！都给我闭嘴！没他叶宁，公司照样赚。叶宁，你不服就算了，还敢胡说八道！我现在是新任副总。对了，把齐总的项目资料整理给我，以后由我跟进。齐总，那是我亲自用私人资源拿下的核心客户，就凭你也想抢走？聋了吗？没听见我说话？敢命令你，你还不配！江凯、许巍，我会让你们这对狗男女永生难忘今天的教训。江总别生气，今天齐总还要过来谈项目呢，我让老刘开直升机去接齐总，咱去门口等着迎接。好。当年念及情分，我无条件帮你创业，如今你恩将仇报，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直升机、整栋盛夏大厦，我全都要收回。您好，我是盛夏大厦产权人叶宁，我要出售整栋大厦，请立刻帮我寻找买家，越快越好。既然你们不知感恩，反而反咬一口，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把属于我的一切连本带利全部夺回。怎么还没去接齐总？江总您放心，全都准备好了，直升机燃油加满，马上就出发。好。许副总真能干，还是江总有眼光，开除叶副总，提拔您太正确了。为了公司，我肯定尽最大努力。叶小姐，刚有个老板看上您的大楼，是做赌场生意的，人比较凶，您看行不行？不行我再找。不用，告诉他房子里还有赖着不走的存户，诚心想收，随时来。来的正是时候。江凯，这是你自找的。系统锁定。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齐总还等着呢。
直升机启动不了。不可能！我刚刚才检查过，明明没问题。我真的试过了，动不了。怎么会这样？应该是被远程锁定了，现在只有机主有权限解开。什么？没有别的办法？这种权限只有直升机真正的主人才有，别无他法。怎么会没反应？废物！关键时候掉链子，赶紧想办法，不然全部开除。齐总，江总，你什么意思？让我等这么久，想让我自己开车过去？齐总，您再稍等，马上就到。叶宁，是不是你搞的鬼？没错，这是我的直升机，我锁上又怎么了？我命令你马上解锁，齐总等着呢。解锁？快点儿！齐总是公司最大客户，丢了他你负不起责任。江总，您忘了，你刚刚已经开除我了，我的东西为什么还要给公司用？你就是存心想害公司！叶灵，我现在命令你立刻解锁。命令？江凯，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就凭我是公司老板。老板就可以把别人私有财产强行变成公有？这直升机就是公司的，你胡说！那你问问江总，这直升机到底是谁的？叶宁，你闭嘴！江凯，当了2年老板，飘的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是吧？让我等直升机迟迟不到，是不想合作了？齐总，直升机临时故障，实在不好意思。叶宁，好久不见。齐总好。这么久不见，老朋友可得好好聚聚。齐总，今天恐怕不行，江总觉得我没用了，赶我走，连我借公司的直升机都被扣下了。叶宁，你别胡说八道！我说错了吗？江总，你真以为我是看上你公司才来合作的？不是，都是误会。误会？那叶宁怎么要被离职？你还扣他私人直升机？齐总误会了，这直升机是公司的，他以前公司不分私自使用才被开除。不对吧？这直升机是叶宁的，这点我还是清楚。不对，齐总，他骗您的吧？怎么可能？闭嘴！难道这直升机真的是叶宁的私人财产？叶灵，快跟齐总解释，都是误会，我怎么可能开除你？我凭什么替你解释？你跟许巍搞到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不嫌丢人？联手开除我的时候怎么不嫌丢人？叶宁，算我错了，看在2年感情的份上，帮帮我。感情？你也配跟我谈感情？你从头到尾只是利用我，如今你飞黄腾达，我也该拿回自己的东西。齐总，不知今日是否赏光一句？哈哈，好久不见，必须叙旧。齐总，项目还没聊，您不能走。就算没有叶宁，我们也能做好。江总，人要懂得知恩图报，才能走远。齐总请。正好，我有事请教，飞机上聊。有问必答。齐总，不就是一架直升机？我现在就买一架，专门接送您。你以为我在乎飞机？我在乎的是人品。江总，不好了，有人要把我们赶出去。你说什么？您办公室快被清了，快去看看。来的正是时候。齐总，里面还有一台大戏，要不要看看？好。你们是谁？闯进我们公司想干什么？我是房产中介小周，这栋大厦房东已经全权委托我处理租赁事宜。这位就是新租户王总。赶紧出去，我们绝对没有同意。江总，租赁亭同白纸黑字，你们租期2年，1个月前就已到期，现在拒不搬走，我们只能强制清场。胡说！我们可是江氏集团，怎么可能房租过期？江总，快给房东打话问清楚。房东，这个房子是叶宁的。江总，你总算想起来。我给大家说明，你们要找的房东就是这位叶女士。怎么可能？她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怎么可能拥有整栋大楼？没错，这太离谱了。江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叶宁，直升机你已经收回去了，现在连房子也要抢，你不要欺人太甚。房子和直升机本来就是我的私有财产，我想收回天经地义。你怎么？难道你还想霸占我的房子？胡说，我付房租就是。50万够不够？堂堂江总，脸皮可真够厚。这里年租金100万，你只出50万，凭什么租给你？现在立刻给我滚蛋！住手！
你们再这样，我立刻报警！报警？敢威胁我？我王强可不是吓大，不信你就试试。没关系，想报警，我可以替你们报。叶小姐，您是房东，我们全听您的。执法队吗？有人非法霸占我的私人房产，麻烦过来处理一下。叶宁，谁霸占你的房子了？你少血口喷人！杨凯，想做生意先学会做人。你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永远不会有人愿意跟你合作。叶宁，看在咱们往日情分上，别为难我。公司几百号人都要养家糊口啊！离开你，他们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别想用道德绑架我。叶宁，就算房子、直升机都是你的又怎么样？你带人来赶我们走，就是落井下石。到底是谁落井下石？是谁迫不及待想把我赶走？是谁想踩着我上位？又是谁在公司跟老板不清不楚？够了，叶林，你就是想看我和公司一起倒闭是吗？只要你肯租给我们，租金我们一分不少，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我不愿意，我不是圣母，没必要为了你的事业牺牲我自己。刚才是这里给安保队打电话吗？安保队，你们可算来了！他们要扬闯公司赶我们走，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基本情况我们已核实，这栋大厦产权归叶女士所有，租赁合约已到期，叶女士属于正当收回房产。不是的，安保队，事情不是这样的。不过叶女士突然要求清场过于仓促，按规定应提前告知。没错，你根本没有提前通知我们。江总，我们还有优先租赁权。优先租赁权仅限同等条件。现在王总出价1年100万，你们能出吗？这叶宁，看在咱们的关系上，租金能不能少一点？好啊，看在关系上，200万1年。什么？200万？我现在去哪弄200万？那我就管不着了，3天内拿不出钱，立刻搬走。没错，江总不愿意，我随时可以接手。叶宁，你就是故意的。公司现在资金紧张，你这是趁火打劫。现在300万，我就是趁火打劫，能怎么样？好，好，好，200万就200万。好，我等你3天后的消息。叶宁，你别得意太早。你以为带走齐总，我们公司就运转不了了？那就等着看你们怎么运转。既然双方协商妥当，我们就先离开了。王总放心，我答应你的事儿绝不食言。好，那我等叶姐的消息。叶宁，你给我等着。好啊，我等着，看你这只白眼狼还能嚣张多久。不就是有栋房子吗？有什么好嚣张的？许巍，你以为跟着江凯就能上位当老板娘？太天真了，小心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你胡说什么？齐总，我们走，3天后不给钱，我就来收房。刘总，晚上有空吗？咱们聊聊上次那个项目。王总，好久不见，晚上一起喝一杯，我等您。周行长，公司贷款的事儿，我想再跟您聊聊，就今晚，我稍后把地址发给您。江凯这种人不诚信不踏实，早晚有他哭的时候。齐总说的对，不过你为什么还答应租给他？不怕他真凑齐200万？他凑不齐，公司现在资金链断裂，只能靠周行长贷款续命。而周行长是我的老朋友，他绝不会帮江凯。叶玲，你果然有勇有谋。齐总，我就是个小心眼的女人，他们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们更不舒服。好，我就喜欢你这种有韧劲儿的伙伴。如果你愿意，我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公司，待遇和从前一样。齐总，我还有个儿子要照顾，想先陪孩子，暂时不工作。没事儿，我等你。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刘律师。叶小姐，所有证据都已收集齐全，您现在有什么打算？只是告他们，太便宜他们了。您的意思是？我现在在陪朋友，晚些联系你，咱们详谈。看来你还留了一手。是啊，齐总等着看好戏吧。王总、刘总、周行长3位今天肯赏光，我江凯不胜有幸。这一杯我先干为敬。杨总，今天就你自己啊？叶总呢？是啊，平时不都是叶总跟您一起？叶总有点事儿来不了，我跟你们聊是一样的。叶总天天为公司操碎了心，
确实该休息一下了。周行长，我想跟你谈谈，我们公司能不能再贷款300万？这主要你们公司之前贷款已经逾期了，现在恐怕有点困难。但是看在我和叶总的情谊上，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周行长，那真是太感谢了，我敬你一杯，来。叶宁，你怎么来了？我今天来就是告诉大家，我已经被江总开除了，我现在不是江氏集团副总了，并且江总还扣押我的直升机不还。江凯，你把叶宁给开了！你们听我说明情况。说明什么？你不仅开除叶林，还想把他的直升机占为己有，真是可恶至极！这圈里谁不知道这直升机是叶林的？燃油费、保养费都是人家自己掏的，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周行长，您听我解释。解释个屁！公司在我们银行贷款的200万都逾期1个月了，我一直没有催收，那是因为看在叶宁的份上。你倒好，你把他给开了，那我明天就通知风控部门启动催烧程序，你等着吧。叶灵，你快跟他们解释一下。解释什么？你亲口说的开除我，难道你不承认？江凯，咱们认识也不是1天2天了。当初我之所以跟你们公司合作，是冲叶宁，他为人厚道，做事靠谱，我才同意把单子放给你们。你这样做太让人寒心了。没错，王总、刘总，我可以把公司做得更好，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江凯，我们虽然在乎利益，但是我们更在乎人品。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我们是不会再合作了。江总，真是让我们失望啊！叶宁，原来你早就把我给架空了，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叶小姐，我们计算了你的损失，2年房租和直升机使用权，包括开除需要的赔偿，总共大概500万。明白，就是这些钱还是觉得便宜他了。这2年我白白付出了这么多感情。叶小姐，根据您这2年为公司和他个人付出的感情，可以申请精神损失费，大概50万。还有，我还要加上名誉损失费。江凯说我私自挪用公资产，还诬陷我吞占公司公有财产，这件事已经破坏了我的声誉。明白，我会加上这一条诽谤罪。那就整理好所有的材料，咱们明天就走诉讼程序。我只有一个要求，事情闹得越大越好。明白，我会尽快递交给法院。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项目都要解除合作？要你们干什么吃的？客户听到叶副总被开除，就全部跟我们公司解除合作关系。一群废物，不会想办法吗？是叶总和周行长。叶宁，你来干什么？你们公司在周行长银行的贷款已经逾期，当然是来催收。什么？催收？周行长再宽限我们几天，我们一定想办法把款补齐。不行。现在立马还贷款加上利息，一共250万。现在？这不是想逼死我吗？你们是？我们是法院的，哪位是江凯？我是。这是法院传票，叶女士起诉你及你的公司侵占私人财产、诽谤、不当获利等多项罪名，请在规定时间内当庭应诉。你居然把我给告了，还要赔款550万，你这是把我往绝境上逼啊！没错，我就是要把你逼上绝境。江总，公司账户被法院冻结了。好，不就是打官司吗？打，我奉陪到底！我就不信了，你叶宁还能只手遮天？那你就等着看吧。大家要相信江总，我们一定可以打赢官司的。许巍，你还好意思说话？就是，要不是因为你，叶总能走吗？公司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只不过是举报了他侵占公司资源，我又没把他怎么样，为什么怪我？要不是你举报，江总能开除叶总，叶总被气走，你们就没有责任了吗？你们当初不也是一起指责他吗？而且又不是我开除的他，凭什么把锅甩在我身上？那你的意思，公司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江总？你只是叶总一个助理，结果一直针对叶总。既然你已经坐上了这个位置，那就要承担这个责任。没错，你现在可别想着逃避责任。我才刚上任，那些客户我都不认识，我能有什么办法？不然你现在就把叶总请回来。那些合作商都是看在叶总的面子上，只有叶总回来才能挽救公司。我不，我凭什么去请他？因为你是公司的好员工啊！难道你不想为了公司好？江总，你说句话。就这么办吧。江总。
许巍，只要你能把叶林请回来，我就答应给你加薪。江总，为了公司加油哦，许副总。许副总还愣着干什么？快去请叶总回来吧！公司这么多人，有没有口饭吃，全靠你了。就是啊，许总加油啊！去就去，你到时候把他点回来，我看你们有什么好说的。妈妈，我今天好开心啊！你明天还能陪我玩吗？当然可以了，明天咱就去海洋馆。太棒了，妈妈，我爱你！我也爱你。叶总，你来干什么？叶总，我这次来是想跟你……秋秋，你先去车里等妈妈，妈妈说完话就过去。好。叶总，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没有了解情况就举报你。来找我，应该不是为了道歉吧？叶总，我真的知道错了，专门来找你道歉的。我之前很看好你，没想到你这么心机，想靠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上位。叶总，我当时就是为公司着想，才举报了你。你不会又被江凯画饼了吧？叶总，我知道之前是我没有调查清楚，就针对你是我不对，你不就是想听我真心道歉吗？今天我过来跟您道歉的，你有什么气都可以冲我发，我只求您高抬贵手，放过公司。不能。为什么？难道你就不考虑公司几百人的生存吗？我说过了，道德绑架对我没有用，搞垮公司的不是我，是江凯。那些员工离开了公司也不会饿死，只不过是换了份工作。你怎么样？叶林回来吗？叶林根本就是不知好歹，我都放低声态请他了，他还是不愿意。这个叶林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毒妇，翻脸不认人的禽兽。你先消消气，再想想别的办法。还有什么办法？都是因为你，不然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你怎么能这么说？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公司。他要是不回来，公司就完了。你现在就跪着求他回来。如果他不回来，你就跪死在他家门口。你让我跪着去求他？江凯，你没良心！江总，什么事儿？员工们都辞职了。你说什么？江总，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叶总回来了，不然现在公司的情况怕是留不住人啊。江总，有什么事？叶宁，我知道你还在生气，我承认是我错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可都听你的，我也可以把许巍开除。我不接受你的道歉，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走投无路了。叶宁，我真的是诚心道歉，咱们在一起2年了，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当时许巍举报我的时候，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选择不相信我。你出轨，还想利用许巍把我踢出公司，这些难道不是你做的吗？我是真心知道自己错了。你觉得我很傻吗？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叶林，你到底想怎么样？一定要这么绝吗？公司倒闭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也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别再说心血了，你敢明目张胆出轨，敢让许巍骑在我头上，还想把我的直升机和房理所当然的占为己有，让然再踢出我。江凯，你现在就是一条摇尾乞怜的狗。江凯，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怪不了任何人。怎么了？我想到怎么让叶宁回来了，并且还要让他自己认错。快说你想到什么办法了？你刚刚不是说这件事都是因为我吗？我知道这件事你受了委屈，你放心，等解决了叶林，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快说想到什么办法了？咱们可以利用舆论，我们可以……这能行吗？江总，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能不能行都要试试。而且他还有个儿子，他不在乎，他就不怕他儿子被人家说三道四吗？那就这么办。江总，交给我，你就放心吧。还是你聪明，叶宁，我看你这次低不低头。
实名举报，我们公司的高管叶玲利用职权长期霸凌员工，也就是我，还擅自使用公司的直升机。被公司开除后，居然还找黑社会来公司闹事，严重危害我们身心健康。小姐姐好勇敢，敢站出来发声，就应该谴责那些滥用职权打压员工的领导。我支持你。看来他们现在是狗急跳墙，找不到别的办法了。叶小姐，现在这视频已经登上热搜第1了，话题度也很高，绝大多数都是站在许巍那边。现在你还是别出门了。他以为利用舆论我就会怕他，太天真了。原本以为他是被江凯欺骗利用，想给他留条活路，看来现在不需要了。想自找死路，我就成全他。叶宁，他在公司是副总，利用职权威胁合作商不要跟我们合作，导致我们公司项目全部被终止合作。我们底层员工已经2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维权，不能纵容他这种行为。初创公司多不容易，至于赶尽杀绝吗？小姐别哭，我们挺你，曝光这个恶毒女富豪。真是天真，觉得我叶妮是吃素的。好戏还没开始呢，那我就把事情闹得再大一点，看看谁能笑到最后。齐总，视频我看到了，正想给你打电话呢。齐总别担心，我能搞定，就是需要你帮个忙。等着瞧。宝贝，还是你聪明。现在热度这么高，估计叶宁都不敢出门了。估计这会儿想着怎么求我们呢。没错，这次回来也得给他点颜色瞧瞧。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宝贝想要什么奖励我都给你。那等事情结束，我要一栋海边大别墅。没问题。叶玲，你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吗？居高临下对我说教，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们谁能笑到最后。对了，咱要不要趁这个热度彻底打压一下叶玲，让他永远都听我们的话？可以，不能这么便宜他了。那咱就找记者去他家里，把他曝光，彻底杀杀他的锐气。有道理，那咱就多找些记者，到时候都在他家门口，场面越大越好，让叶玲彻底认清自己。对，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叶宁是怎么欺负我们的，还有我们公司的人是多么的无奈和委屈。没错，只要他低头认错，那些合作商就会重新跟我们合作，到时候主动权就落在我们手里。江总英明。感谢大家的支持，明天上午10点，我将和公司江总一起去叶玲家中曝光他这种人。真相或许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叶小姐，所有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你的消息。那就好，坑已经挖好了，明天上午就彻底把他们埋了，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引火烧身。大家好，我就是许巍的老板，江氏集团的总裁江凯。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空来。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许巍是叶宁的助理，就因为举报叶宁公私不分，善用公司资产，就遭到了叶宁的辱骂和打压。没错，我想勇敢地告诉大家，职场霸凌是不可被纵容的，请大家跟我一起看清楚叶宁的真面目。各位，趁这个机会，我要向许巍和跟他同样遭遇的员工道歉，因为我看叶宁死了丈夫，带着孩子太难，就让他进公司并委以重任，没想到他是这样。江总，这都不怪你。请问许小姐，你所举报的高管利用职位之便私用公司公务的具体金额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一个核算？2年的时间，仅燃油费、保养等其他项目，总共高达50万。50万，这可不是小数目。是啊，这么多钱，那可是要报警处理的。所以江总开除了叶宁，可没想到叶宁竟然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胁迫我们公司所有的合作商单方面终止合作，我们公司的业务被迫停止。现在100多名员工面临着失业，这也太过分了，简直无法无天。叶宁还利用其房东的身份，要将我们公司赶出办公楼，所以江总不得不答应远超市场价的租金，这才暂时保全了公司。各位，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公理有正义。今天把各位媒体朋友聚在这里，也是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替我的员工，替我们的公司讨回一个公道。江总，你放心，我们一定如实报道，替你们公司讨回这个公道。不止公开道歉，还要赔偿公司和员工的损失。好戏，真是一出好戏。既然你们想要真相，那我就告诉你们真相。太嚣张了，还有脸说真相？
叶女士，你这样目中无人、恶毒霸道，我一定如实报道，把你这真实面貌公之于众。好啊，我要的就是你们如实报道。叶灵，你现在不过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叶宁，你能来也好，毕竟我们同事一场，只要你能认错、公开道歉，并且把那50万元的费用补上，我既往不咎。公司副总的位置还是你。江总还真是仁义，这样的公司想做不大都难。都这样了，竟然还给这个女人机会。叶宁，江总都已经给了你最大的台阶，你赶紧认个错，我们就原谅你。认错？既然你们还想演下去，那我就奉陪到底。各位媒体朋友，我是叶宁女士的代理律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江凯和许巍的所有指控都是子虚乌有。假的？是吗？敢不敢打赌？这是直升机的购车发票以及关税证明，请各位仔细看。购车发票上的购买人都是我的当事人叶宁女士。天哪，居然真是叶宁的名字！如果真的是叶宁的直升机，那岂不是公司霸占个人私有财产？难道许巍说的是假的？这是这架直升机过去2年的保养记录、维修清单和加油费。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江总及公司免费使用我当事人直升机长达2年之久，到底是谁在占谁的便宜？江总，请问这些文件属实吗？都是他编造的，肯定是骗人的。江总，您今天所说的一切我都会记录在案，希望你能如实回答。不是这样的，你们听我们解释。我所说的全部属实，我作为律师不可能造假。要是真的，那江总不就是白眼狼了？不是这样的，这些都是他们伪造的，都是假的。对，这些全是假的，全是假的。这些文件上面都有相关部门的盖章，大家可以查验真假。不是说他没有证据吗？怎么会这样？我想着一个家庭主妇能有什么本事，没想到他都留着证据。完了，这下彻底完了，彻底完了。至于江总说的房子，你给我闭嘴！叶宁，不要让他再说了。你看在我们情分上，有什么事私下解决好吗？这发布会不是你要开的吗？怎么现在要私下解决？叶宁，你真要把事情做绝是吧？把事情做绝的是你们。江氏集团所在的盛夏大厦是叶宁女士的。叶宁女士在江凯创业早期，把房子免费给她创业，结果她现在却说是叶玲女士要赶他们走，是他们集团赖着不搬。人心不足蛇吞象，也不怕被噎死。江总，你们明知道是自己的错，还发视频开发布会，是在故意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吗？不是这样的，这里边有误会，我们一定会核实清楚的，会核实清楚。走。江总，我们还没出场，你就这么着急？齐总，你们怎么来了？各位记者朋友，我就是江氏的合作伙伴，我们跟他停止合作，单纯是因为他人品和能力不行，跟叶宁没有关系。没错，我是商行行长，启动正常催收程序，这也是正常商业行为，跟叶宁女士无关，也随时欢迎各位记者来查看她的贷款记录。胡说，她叶宁没有我，她就是个家庭主妇。家庭主妇？那你问问在座各位，一个有直升机，还有一整栋大厦的家庭主妇，上哪儿去找？叶宁可是咱们云城隐形富豪，只是为人低调，是你有眼无珠。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江凯捏造事实，利用大众舆论，咱们也让真相公之于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定要让他自食恶果。大家请放心，叶小姐已经起诉江凯，而今天在这里的一切也将成为江凯辩无可辩的举证。叶宁，你真的要把事情做绝？我只是拿回我的东西，怎么有你做的绝？今天东西全都给我搬出大楼，否则我就强行收回。叶宁，我求求你了，这公司没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求求你原谅我，我以前错了，是我错了，你原谅我，只要你原谅我，我做什么都可以。现在求我，已经晚了。不晚，只要你原谅我，一切都不晚。我让你回公司当副总，我什么都听你的。我说过了，我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2次，等着接受你的报应。不，我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的公司，我不能让他完。对，是他举报了你，用舆论逼你也是他的主意，和我没有关系。江总，你怎么能这样？我说错了吗？直升机是人家的，
人家愿怎么开就怎么开，用得着你来指手画脚吗？你，这男的也太恶心了，关键时刻甩锅给女人，不是这样的。许巍，你看清楚了，这就是你拼了命想要追随、想要证明的伯乐。各位媒体朋友们，所有事情的是非曲直，大家都已经清楚了，还希望大家如实报道，还我一个清白。至于后续的事情，我会交给我的律师全权处理。叶女士，你放心，我们媒体一定据实报道，让恶人有恶报。叶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江总，下午3点我会去收房，要是你还没有搬走，别怪我不客气。不，我不能没有公司。叶宁说的对，是你一直在利用我，是我不该这么着急。若不是你自作聪明，我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不甘心，叶宁，我才不是没有能力的花瓶，都是因为你，我要让你不得好死！我没有错，我明明这么努力工作，都是叶宁的错。你们干什么？已经1个月没发工资了，公司倒闭，肯定要拿点值钱的。不行，你们放下东西！江总，时间到了，来，把江总请出去，别脏了我的地儿。是，你们不能这么对我，这是我的公司，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几天后，江凯的公司直接宣布破产清算，而我和齐总合资的新公司正式成立。这一次，我不再做幕后英雄，而是站在阳光下做自己的主。齐总，请多多照顾。叶总也请多多指教。你来干什么？叶宁，看在咱们相处2年的份上，你就放过我吧。不可能，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叶宁，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你也该满意了。可我不想坐牢，所以你放过我行不行？当初你出轨开除我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是被鬼迷了心窍，我嫉妒你，我嫉妒你有钱，嫉妒你有能力，嫉妒公司所有人都听你的。我想证明我才是老板，我想压你一头。所以你就故意纵容蛊惑许巍？对，因为我觉得他确实比你年轻单纯，好控制。好控制？你一心只想着自己，想着怎么让人听话，那你就要拿出真本事让人心服。耍这种小聪明，你就是活该。叶宁，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你了，放过我吧，哪怕让我打工给你还债，我也认了。我们公司不要你这种垃圾。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江凯，够了，你是一个成年人，做错事就要接受惩罚，赶紧给我滚出去！叶宁，求求你。明天法院就要开庭了，无论你和许巍的结果如何，那都是你们咎由自取。送客。先生，请吧。叶宁，你真的要逼死我才甘心吗？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心？这件事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叶宁。我今天都跪下求他，他居然还把我赶出来，好狠的心！没错，既然他不让我们好过，我们也不能让他好过。但是现在能用的办法都用了，公司也已经倒闭了。我们找他要钱不就行？只要有钱，还怕不能东山再起吗？现在他都不见我们，上哪要钱？既然他把我们逼到走投无路，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我已经有办法。叶总，刚刚我收到了一封邮件，说是程氏集团的程总想约你谈合作。程总，他不是一直不愿意跟我们这种新公司合作吗？怎么突然主动找我们了？具体程总没说，就说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明晚约。行，我知道了。你让程总定时间位置，我明天去找他谈合作。
程总您好，我是科技公司的叶宁。叶总，真是久仰大名啊！之前可是网络红人。程总说笑了，都是过去的事儿，咱们就不提了。今天真是有幸和程总谈合作的事。听说叶总能力很出众啊。不过程总如果愿意跟我们公司合作，那我一定全力以赴，不会让程总失望的。那可真是太好了。不过合作嘛，得有点诚意。这样，你跟我喝到尽兴，再把公司3成干股给我，我就考虑考虑。那程总是答应了？程总，我想你误会了，我来是谈生意的，不是来接受这种条件的。我也有孩子了，但是不影响咱们今晚。程总，你喝多了，合作的事儿我找机会再跟您聊。小叶啊，只要你今天晚上和我玩尽兴，明天我就跟你签合同。微微，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把叶宁迷晕了。好啊，那就希望程总玩得开心了。不过我需要叶宁的不雅照片和视频。放心吧，他虽然生过孩子，但是看着还风韵犹存呢。就你最猥琐，别忘了我要的东西。没问题。别怕，我来疼你了。我来了。叶总，你是谁？敢闯我的地盘？拿下！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律师，你现在所作所为已经犯罪，你就等着吃牢饭吧。别，我什么都没干。程总，我可是全程录音呢。什么？你早就知道了？程总，我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是我没有这么傻。你之前可是我们公司求都求不来的大客户，昨天居然主动约我在 KTV 见面，我怎么会不多留个心眼儿？我可是你的大客户，你这样就不怕我不跟你合作吗？你觉得我把今天的事情公布出去，你公司还在不在？我错了，叶总，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这一回吧。可以啊，但是我有我的条件。第一，跟我们公司达成长期合作关系，马上就签合同。第二，说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不说也行，那就等着身败名裂。我说是许巍，果然是他。程总，你刚才的话我已经录下来了，作为后续证据。程总，明天带着合同来我公司签约，另外准备好做证人吧。我答应了。我居然怀孕了，按日期推算应该是程总的。不行，我要生下来，到时候好分程总的财产。但是我现在要给孩子找一个接盘侠。怎么了？没什么，就是今天去体检了。有什么问题吗？你要当爸爸了。真的？你怀孕了？对啊，没想到这么快。不行，咱们现在情况不能要孩子，公司破产，我现在都要住你家。没错，现在不能就这样放弃。到时候他就会乖乖给我们钱。那我们去好好温存一下。叶总，已经调查清楚了，是许巍受应程总来找您，意图偷拍您的不雅视频进行威胁。许巍？正是。我起初也疑惑，一位公司老总怎会听命于他？顺着线索深挖，才发现二人关系暧昧不清。原来是这样，继续追查，
务必把所有实证牢牢握在手里。明白。喂，江凯是吧？是，你是谁？怎么会有我的号码？我叫叶楠，我的姐姐叫叶宁。什么？我怎么从没听叶灵提起过你？很正常，他压根儿不想认我这个弟弟。我刚从国外回来，听闻你们的处境，我可以帮你。帮我？我凭什么信你？实话告诉你，我和叶宁是同父异母。我自幼在国外长大，父亲去世后，所有遗产全归了他。我不甘心，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你说的是真的？那你有什么计划？他每周都会带儿子去游乐园，那里人多杂乱，最容易动手。具体怎么做，不用我多教了吧？事成之后，我分你一半财产，就看你敢不敢赌这一把。对方自称是叶宁的弟弟，叫叶楠。我之前跟叶宁周旋这么久，从来没听说过那个人。是你心思太粗，我早就把叶宁的底细查得一清二楚。他父亲确实有个私生子，就是叶楠，一直在国外游手好闲，挥霍无度。原来真有这么个人，那咱们正好可以跟他合作，扳倒叶宁。合作？你打什么主意？叶楠说那可是他的命根子，我就不信。抓住他的软肋，他还能硬气起来。今天给程总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估计他那边的事黄了，正好用这个办法拿捏叶宁。叶总，您今天还是别出门了，在家待着更安全。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您弟弟叶楠已经偷偷回国了，我担心他会对您和小少爷不利。看来是在国外的钱挥霍光了，回国来讨要生活费。不用管他，就凭他对我造不成任何威胁。可是叶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在国外劣迹斑斑，万一铤而走险。当初我爸妈把所有遗产和公司都留给我，就是看透了他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的本性，怕他毁了一辈子的心血。他既然有脸回来，那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我明白了，我会加派人手，继续调查他回国的真实目的，还有他在国外的所有违法记录。周日是我早就答应球球的，要带他去游乐园玩，不去孩子该失望难过了。我会多加小心，你放心。好，您千万注意安全，有任何事儿立刻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赶到。球球，咱们出发去游乐园了。叶宁，咱们的账该算算。我已经到游乐园门口了，行动的位置选好了，找的几个办事的人也都到位了。就叶宁和他儿子2个人吗？没错。有没有带保镖或者其他人？我亲眼看着他们母子俩，身边没有任何随从，就他们2个人。等现场人流密集时，我的人会找准时机，暗中将孩子稳妥带领，行事隐秘，绝不会惊动旁人。做得好，只要事成，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不仅分你财产，还会帮你东山再起。你想要的直升机、写字楼，我都能给你。好，那就合作愉快。球球，刚才玩过山车，害怕吗？觉得好玩吗？好玩，一点都不害怕。妈妈，我下次还要玩。好，只要球球喜欢，下周妈妈还带你来。乔乔乖，乖乖站在这里，不要乱跑。妈妈接个电话，马上就回来。好，妈妈快去快回，我在这里等你。查清楚了。叶总，查到了，叶楠回国已经整整1周了。他在国外涉嫌违法，所有积蓄都用来交保释金，现在早就身无分文。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抢您的财产。好，我知道了，辛苦你了。球球，球球，球球，你在哪里？球球，球球，你在哪里？球球，球球。妈妈，江总，把人带回来了。这样咱不犯法吗？都是他叶宁逼的，他敢报警，我们就毁尸灭迹。没错，都是叶宁他自作自受。还愣着干什么？先给他点颜色看看。等等，
咱不是为了要钱吗？打伤了他，叶宁更不会给钱了。他害我们失去公司，现在还想让我们坐牢，我要除了这口恶气。没错。行了，把他给我拉起来。球球听话，我这就给你妈妈打电话，让妈妈来救你。好的，我知道了。找到了吗？我刚刚让同事帮忙调了监控，看到球球确实是被有个陌生人抱走了。什么？抱去哪儿了？快去找球球啊！江凯，是不是着急找你儿子呢？江凯，你这个王八蛋，敢碰球球，我让你不得好死！是吗？现在到底是谁会不得好死啊？妈妈救我！叶总，听到没有？你球球在求你。你到底要怎么样？球球别怕，妈妈去救你。江凯，你想干什么？我能想干什么？不是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步吗？我现在只想要回我的一切，1000万现金加上1架直升机，只要你答应，我就放过球球。江凯，你为了钱敢绑架，这是犯罪。别废话，等我拿到钱和直升机，我会离开这里，我去国外再也不会打扰你们。这样还不满意，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答应你，你不要动球球一根汗毛。地址给我，我现在就送钱过去。淮河路101号废弃大楼，我等你。叶总，您别着急。江凯，你以为你赢了？这一次，我要让你付出代价。叶总，你别担心，现在他们只想要钱，不会伤害跑跑。我知道，但是跑跑现在一定很害怕，我要先去救他。叶总，这件事应该没这么简单。我知道，应该是叶楠搞的鬼。我想也是，不然就凭江凯一人应该是不敢绑架。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先把球球救出来，我要拔出萝卜带出泥。您弟弟就这么恨你啊？不惜跟你翻脸？他其实就是想得到我的财产，他这个人很贪心，估计绑架球球就是他出的主意。他知道我最在乎的就是我儿子。别担心，我会想办法保护你们的安全。我已经想到办法了，把之前你拿到的证据全部带上。好。喂，我已经得手了，现在叶宁儿子就在我手上。很好，等叶宁把钱拿过来，我会兑现承诺。行，我这个人不贪，但是你要保证我的安全。放心吧，直升机都给你了，没人能追得上你。说话算话。球球，妈妈！江凯，你放开球球！站住！现在把钱放到地上。我已经按你的要求把钱和直升机都带过来了，可以放人了吧？着什么急？给我等着！许巍，把箱子拿过来，点下钱，少1分都不行。好。江总，钱都是真的，确实是1000万。把钱拿好，上到直升机。叶宁，你最好别给我耍花招，把手机给我，免得你有机会操作直升机。好，但是你先把球球放了。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我再说一遍，先给我手机，别浪费我时间。把球球放了。算你识相。
叶宁，你又搞什么鬼？我能搞什么鬼？我只不过把直升机提前锁定了，没有我的密码，你开不走。这个贱人，快给我解锁！江总，既然咱已经拿到钱，就先跑吧，万一再耽误时间，他报警怎么办？这个贱人，走！江总，你是不是配合他绑架叶总的孩子？刚刚一切我们已经拍下来，你有什么想说的？你有什么想说的？让开！你们是哪家记者？我要举报你们！江总，你手里的箱子是叶总给你的赎金吗？还有，你为什么绑架叶总的孩子？我没有，你们赶紧让开！各位，我能替他解释。他们两个确实是因为嫉妒，但是我觉得背后肯定有人指使他。至于是谁，我无从得知。江总，真有人背后指使你吗？请你给个解释。走开！各位，我之前已经对媒体说过，我跟江凯在一起的时候，他出轨我的助理许巍，两人合谋把我开除并霸占我的资产，现在这就是证据。居然是真的！原来他们这么不要脸，现在还敢绑架叶总的儿子，真是丧心病狂！闭嘴！我就算跟许巍在一起又怎么样？我作为一个男人，难道我不需要找个年轻的为我生儿育女吗？啊！我就没有儿孙满堂的权利吗？没错，他叶琳现在是大龄产妇，根本生不了孩子，而我可以为江总生儿育女。是的，许巍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叶琳，你自己年纪大生不了孩子，现在眼红了？我眼红？那我就要送给你一个惊喜了。这是之前公司组织的员工体检，而你的体检报告一直在我这儿，想必你自己也忘了吧？一份体检报告而已，我身体又没什么问题。是吗？那上面可是写着你有弱精症。什么？怎么可能？他就想挑拨我们的关系。许巍，你慌张什么？只是看个报告单而已，难道你害怕让江凯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闭嘴！你别在这胡说八道！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江总的。是吗？那就打开报告单看看。江凯有弱精症，所以许巍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他的。贱人，你居然给我戴绿帽子，孩子也根本不是我的。你冷静一点，这个报告肯定是假的，是叶宁故意来挑拨我们的。对，我不能上当，一定是假的。是假是真，你自己去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不用多此一举。你什么意思？前几天许巍让他的情人去陷害我的当事人叶总，这些证据我已经掌握。情人？你是说许巍真有情人？胡说！我跟程总什么事儿都没有。我都还没说是谁呢，你就自己报上来了。不是。不承认，那我要拿出证据了。刘律师，把证据给记者朋友们看看。这是许巍与程总的亲密照片，以及他通过程总账户转移公司资金的记录。天哪，原来许巍才是幕后黑手。原来从头到尾我都是个笑话。这里面的女人好像是许巍吧，而这个男人怎么不是江凯？看着像程总呢。贱人，你还骗我！不是的，我刚是在跟你认识之前，我没有出轨，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
这你还有什么想说的？真是批的，你要相信我。谁是许巍？给我滚出来！你叫许巍？贱人，敢勾引我老婆，打死你！叶总，之前是我不对，但我也是受了许巍指使。从现在开始，我跟他一刀两断，绝对不会再做丢人现眼的事儿。血！估计孩子是保不住了。江凯，救我！程总也来了，你让程总救你啊？江总，要是真闹出什么事儿，你也脱不了干系，还是赶紧把许巍送到医院去吧。江凯，你哪儿也去不了。虽然我要跟他分手，但是我得先送他去医院。自然会有人送他去医院的，你就乖乖留在这里，等你的福报吧。什么意思？今天绑架我儿子的事我已经报警，你如果不把幕后主使交代出，恐怕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我们是执法队的，你涉嫌一起绑架案，请跟我们走一趟。怎么会这样？叶楠明明说会保我没事的，他居然骗我！你们抓了江凯，可就不能抓我了。这次真的跟我没有关系。你肚子里的孩子应该是保不住了，准备接受法律的制裁。我们走。叶宁，你没事吧？我这出差刚回来就看到那报道啊，那个渣男江凯居然敢绑架你儿子球球，真是活腻了。谢谢齐总关心，现在已经没事了。那就好，还好江凯那家伙已经被抓进去了，暂时安全了。齐总，江凯只是个棋子，这件事没有那么容易结束。我想给公司的安保系统全面升级。什么？有人指使？除了江凯，你还得罪了什么狠角色？目前没有，但我有个弟弟叶楠，刚从国外回来，他是我爸在国外的私生子。早年我爸为了借助我妈和外公的势力创业，不敢离婚，也不敢认这个孩子，他把叶楠养在国外，花天酒地。我妈去世前，把遗产都留给了我，现在他钱挥霍完了，大概是回来抢遗产的。这倒是我没想到的，但他是你亲弟弟，怎么会下这种死手？我妈是被他活活气死的，我爸愧疚成疾去世，而他只是觉得这一切来得太晚了。放心，我会处理好，如果有事儿，我会第一时间通知齐总。好，叶宁，有我在，公司这天就塌不下来，有事随时开口。乔乔，累不累？累了就先去睡觉，妈妈陪你明天再写。我不累，妈妈。写完作业，明天就能跟妈妈去玩了。真乖，明天妈妈给你买最大的冰激凌。球球，你先回房间锁好门，妈妈一会儿就来。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你亲弟弟回家？看来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啊，挺像个叶总啊。这就是我那宝贝外甥球球吧？长得真像我，真可爱。快叫舅舅。球球，你先去睡觉，妈妈有事要谈。说吧，叶大总裁，这次回来你打算给我多少见面礼？叶楠，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是钱又花完了。我好不容易回国，就不能来看看我亲爱的姐姐和外甥？怎么，连个住的地方都不给弟弟安排？我不会给你1分钱，你现在可以走。叶宁，你最好别不识好歹，惹急了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是吗？那你把我惹急了，我也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太小看我了。你在威胁我？怎么，你以为我会怕你？
果然够硬气，不像个家庭主妇。我承认，是我小看你。说吧，你来这儿到底想干什么？别跟我说什么姐弟情深，我听腻了。我刚刚说了，就是来看看我亲爱的姐姐，还有我的好外甥。毕竟叶家的东西，我也有一份。你敢动球球试试？只要你敢碰他一根手指头，我就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叶宁，你别太过分！我知道你派人跟踪我，还想让我坐牢，你别忘了，我也是叶家的孩子。我没忘，你在国外花天酒地挥霍叶家的钱，这些我都一清二楚。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我承认我没你有能力，但我也是叶家的主，叶家的资产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独吞。就凭你，凭你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还是凭你害死我妈的本事？我没有，当年的事跟我没关系，是你爸自己风流，跟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如果不是你无休止的骚扰我妈，威胁她要钱，她会被活活气死吗？如果不是你仗着爸的疼爱变本加厉，我妈会走得那么不甘吗？叶楠，你给我记住，我妈就是你害死的。我说了，跟我没关系，那是你爸的。是吗？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有关系。我已经收集好所有证据，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少威胁我，我才不信。我妈去世之前给我留了遗书，将叶家的资产全部给我，并且给我了当年爸脱轨的证据，还有你威胁打扰他的聊天记录。你以为我没去找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不可能，叶家是爸的，怎么可能会全部给你和你妈？那我告诉你，当年爸白手起家，背后靠的就是我妈和我外公的资产相助，没有我妈和我外公，他什么都不是。你太天真了。这不可能。还有，你以为上次绑架球球的人，我不知道是你。其实我早就查清楚，背后是你指使。没错，那个局的确是我做的，那还不是你们逼的？爸不愿意让我为王，不愿意让我继承他的财产，所以我不服。凭什么都是叶家的孩子，你就可以拿到钱，而我没有？到现在还没醒。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都是你们逼的。要么让我进你公司，要么给我钱，不然我就告诉媒体，你以叶宁心肠狠毒，不顾姐弟之情，看看到时候会不会影响你公司声誉。你觉得我的成功靠的是叶家吗？我之所以留你一条狗命，就是要让你生不如死。你尽管在外面丢人现眼，你看我会不会受影响？叶娘，你别太过分！赶紧给我滚出去！然后再来这里，看我要不要你狗命！叶娘，你给我等着！妈妈，那个叔叔好吓人，你不害怕吗？吓到你了吧？妈妈有理，所以妈妈不害怕。叶总，您找我。江凯和许巍怎么样了？二人对于绑架球球一事供认不讳，估计没个10几年出不来。这两个家伙为了些钱丧心病狂，竟敢对球球下手，咎由自取。那叶楠呢？叶楠，虽然江凯和许巍交代是他指使二人策划绑架球球，但由于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指向叶楠，所以没法给他定罪。这家伙从小就是个败类，没这么容易摆脱，给我盯死他！是，高律师，我们有些年头没见了吧？3年还是4年来着？5年。5年前老叶总去世，那时候您来了一次，咱们见过。您之前可是我们叶家的专用家族律师，我爸他最信任的人，咱们还是应该多走动走动。这都是我本职工作，应该的。对了，叶少，您什么时候回国的？就前几天，这不刚回来就想见见老朋友吗？那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高律师，你很清楚，我是我爸唯一儿子，叶家唯一的男丁。可我爸去世，遗嘱里把所有财产都给了我姐叶宁那个臭女人。您不觉得这对我很不公平吗？这个，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遗嘱的时候也很奇怪，您可是他的亲生儿子，怎么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但没办法，遗嘱就是这么写的，我也只能这么执行。叶少，这跟我可没半点关系啊！我当然知道这跟高律师您没什么关系，您也只是在履行职责。
多谢叶少理解。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爸决定把所有家产留给叶林的遗嘱是伪造的呢？伪造？这不可能！那份遗嘱当初是老叶总亲手交给我，不可能是伪造的。那怎么解释我爸把家产全部留给叶宁？我才是叶家的男丁，是要传宗接代，结果把家产全给了这个赔钱货，您觉得这合理吗？叶少，遗嘱呢有严格的保密流程，基本没可能存在伪造。如果我需要你证明当初那份遗嘱是叶林伪造的呢？什么？我说我需要你证明是叶林伪造了遗嘱，本来得到叶家全部家产的人应该是我。球球，马上就是期末考试了，一定要乖乖听老师话哦。放心吧，妈妈，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如果最近身边出现陌生的人，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妈妈。妈妈不在身边就找这2位叔叔，记住了吗？记住了，妈妈。帮我盯好球球，一刻也不能松懈。是，放心吧，叶总，我们一定会保护好球球少爷的安全。妈妈再见，再见。喂，不好了，叶总，出大事了！怎么了？我给你发了段视频，你快看。我叫高磊，是一名律师，曾经是叶家的家族律师。就在今天，我实名举报叶家大小姐叶宁篡改遗嘱。叶宁，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好像是前段时间绑架案受害者的母亲。听说她特别有钱，是继承了家族财产，没想到竟然是通过篡改遗嘱得到的。当年我身为叶家家族律师，承担遗嘱继承工作。5年前老叶总去世，马上要公布遗嘱，结果叶灵以我家人的生命安危威胁我篡改遗嘱，把叶家所有家产都留给了他。拿人家生命威胁，这也太恶毒了！真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的人，亏我之前还以为他是个好母亲。是啊，当初真是看走眼了，这个女人居然这么狠毒。因为这个决定，我害得叶家2公子叶楠失去了一切。这些年我一直良心不安，后悔当年的决定。现在我想勇敢地站出来，我决定公布真相。什么真相？这是当年真正的遗嘱，遗嘱规定把叶家所有家产全部留给叶楠。虽然我和叶宁是同父异母，但这些年我一直把她当作亲生姐姐。我实在想不到，她竟会用这种恶毒的方式抢走属于我的一切。她甚至还想把我逼入绝境。现在我决定不再容忍，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叶楠，这就是你的手段。既然你想玩，那姐姐就奉陪到底。你怎么才过来？我跟刘律师等你好久了。我送球球上学，顺便去练了个瑜伽。怎么了？出了这么大个事儿，天都塌了，你还有心情练瑜伽？天怎么塌了？我不是让刘律师把视频发给你了吗？现在全网都指责你是个恶毒女人，为了钱不顾亲情。他们说什么，网友就信什么。这届网友智商也不高。叶总，这件事恐怕没你想的这么简单。高磊是当初你们叶家负责遗嘱相关工作的家族律师，在业内声望很高。如果是他出面说你篡改遗嘱做伪证，这件事对你十分不利。大家都知道，做伪证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严重的话会被吊销律师执照，甚至面临刑事惩罚。所以正常人不会相信一个堂堂知名大律师会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帮叶楠作假。这也是我好奇的地方，一个堂堂知名大律师怎么会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为叶楠做伪证？刘律师，我需要你查清楚这件事，高磊背后一定有问题，要么是被威胁，要么是被收买，或者两者都有。叶总放心，我会调查清楚，从高磊财务状况、家庭关系、近期接触人员入手，一定把真相挖出来。那现在怎么办啊？现在网上都在骂你。我以为他这么多天能憋出什么高明的手段，结果只是这样。叶总，不好了，那个家伙又来公司了。哪个家伙？就是叶总的弟弟叶楠。来得正好，我正愁没地方找他呢。这些东西太丑了，等我上位，到时候全部换掉。叶少说的对，这品味确实不行。叶楠，
你来这儿干什么？我来看看我的公司，怎么了？不行吗？你的公司？你搞错了吧？这怎么会是你的公司？叶家财产原本就是属于我的，是他叶宁篡改遗嘱，他用叶家的钱开的公司，当然是我的。就凭你也配？赶紧给我滚！这里不欢迎你。高律师，你说是不是？根据法律规定，如果遗嘱无效，所有财产应当归法定继承人所有。叶少作为老叶总的亲生儿子，理应继承全部家产。高律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初我和我爸对你不薄吧？叶总，我只是在还原真相，维护法律的公正。还原真相？叶宁，你还敢威胁我的律师？我还以为你会用什么高明的手段，原来这么愚蠢。这个时候你还敢骂我？叶宁，你别不识好歹！高律师，你很清楚伪证是什么下场，你确定要陪这个疯子胡闹？我当然知道做伪证是什么后果，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很后悔。我知道自己对不起叶少，当年要不是你用我家人的性命威胁我，我也不会为你做伪证。叶总居然是这种人，不会吧？叶总对我们员工可是很好的，不会做出这么狠的事啊！高律师，你很清楚当年真相是什么。如果真按照你所说，当年你为叶总做伪证，那你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只是说出真相而已。你闭眼说瞎话！就凭你这种颠倒黑白的货色，还能当律师？我看你的律师记账是买来的吧？行了，叶楠说吧，你来到底想干什么？姐姐，虽然当年你没良心，不念及姐弟之情，但是我不会。我来就是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愿意交出所有家产，我就考虑不起诉你。那我要是不愿意呢？不愿意？你知道，只要我起诉你，你所有家产还是会全部归我。没错，姐姐，我是真的不想看你身败名裂，咱们各退一步，你把家产还给我，我既往不咎。叶楠，你不配。你什么意思？你这些年在国外干的那些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叶家的家产，你不配得到。我是我爸的亲生儿子，我是叶家唯一的男丁，凭什么全部给你这个赔钱货？赔钱货？那你这个男丁这些年从叶家拿走了多少钱？几千万、上亿，全都扔在了国外的赌场和女人身上了吧？你闭嘴！那些钱是我应得的。什么苍蝇在这嗡嗡叫？赶紧给我赶出去！叶少，这是他的地盘，要不咱先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叶宁，我最后问你一遍，家产你给不给？不给。行，这可是你逼我。叶宁，现在舆论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开始波及公司业务了。怎么了？你看，已经有3个合作方打电话来，说要重新评估跟我们的合作关系，还有2家正在谈的项目，对方突然变得很犹豫，都是因为网上那些关于你篡改遗嘱的新闻。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解决这件事。你打算怎么解决？现在网上一边倒的骂你，舆论对我们太不利了。舆论是舆论，证据是证据。可舆论会影响公司声誉，再这么下去，客户都可能流失。他现在还没本事让公司受到损失。齐总，你放心，我会好好解决。我知道你能力强，可是他现在拿舆论当武器，咱们光防守不行，得主动出击。我已经让刘律师在查高磊的底了，他敢冒这么大风险帮叶楠，背后一定有原因。喂，你说什么？我不是说了不准任何人接近球球吗？叶总，我们说了，但是他说自己是球球的舅舅，而且小少爷也愿意跟他玩，我们也不好硬拦。我们一直在旁边盯着，
没有离开过半步。够了！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准靠近球球。听清楚了没有？是，叶总。妈妈，你怎么了？球球，告诉妈妈，刚才那个叔叔有没有对你做什么？没有呀，舅舅给我买了变形金刚，还带我去吃了草莓冰淇淋。妈妈，他是我的舅舅吗？我现在不害怕他了。乔乔，咱们先上楼休息好不好？妈妈跟舅舅有话要说。可是我还想跟舅舅玩。乖，快去睡觉。带球球先去休息。是。舅舅再见。球球再见，舅舅下次再来看你。怎么，害怕了？别害怕，我就是来看看我外甥而已。亲舅舅看亲外甥，天经地义吧。叶楠，你少在这儿装模作样，你到底想干什么？说。我说了，就是来看看球球。叶楠，我告诉你，家产我1分都不会给你，你死了这条心。就算你不给我，我只要起诉你，这些还是我的。好啊，那你就去起诉吧，看看到底是谁做伪证。你记住，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以为你和高磊那点勾当能瞒住所有人？你少吓唬我，我才不怕你！你以为我怕你？最后谁会赢还不知道呢。就算我输了又怎么样？我反正也一无所有，光脚不怕穿鞋的。而你不一样，就算你赢了，舆论、客户、合作方也会要了你半条命。所以啊，姐姐，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我的条件，家产给我，大家都好过，何必两败俱伤呢？叶楠，你还真是头脑简单。你以为我会因为这点威胁就低头？我说过，我不会给你，就不会给，1分都不给。你，我叶宁行得正，坐得直，不怕你任何手段。叶宁，你给我等着瞧！叶总，高磊那边查清楚了。说，高磊表面上是业内知名律师，实际上近3年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他老婆还在跟他闹离婚。我们查到叶楠给他转账了200万，名义上是咨询费，实际上就是封口费和合作定金。原来就是这些把柄。不止，我们还查到一楠承诺事成之后给高磊儿子的留学费用，一楠也全包了。为了钱，连职业道德和良心都不要。叶宁，你看看舆论又发酵了，现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骂你的，好几个合作方已经正式发函说要暂停合作。影响有多大？很大，3个在谈的项目暂停了。如果再这么下去，公司的现金流都会受影响。叶总，依我看，叶楠现在并不想起诉你，他们原本就是做伪证，他们绝不敢轻易跟叶总打官司，但是他就是想利用舆论让叶总和公司受到损害，到时候逼叶总妥协，这样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原来是这样，真是不要脸！是时候和高磊见一面了，我要让他明白，叶楠能给他的，我都能毁掉。叶总，真是稀奇，没想到你会约我见面。高律师，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找你的目的，想必你也很清楚。叶总说笑了，我哪知道叶总找我有何贵干？这是你近3年来的财务状况，投资失败欠的钱和你儿子的留学开销都在上面，清清楚楚。你调查我？高律师，叶楠给了你200万，还承诺事成之后注资500万，帮你解决所有麻烦，我没说错吧？叶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跟叶少只是正常的律师和当事人关系。高磊，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跟叶楠合作的下场。叶总，我没有和叶少合作，我只是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而已。我不想再愧疚生活下去。是吗？那我就开门见山说了，就算他拿到家产，他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你觉得他会留你？他会第一个就把你踹了。到时候你不仅拿不到钱，还要因为做伪证坐牢。高磊，你欠的钱怎么办？你儿子留学怎么办？你想过这些？叶总，你不用吓我，当年就是你威胁我给做伪证，我现在不会再被你威胁了。我没有吓唬你，我只是再重新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叶总，我的事儿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没事我就先走了。高磊，我再说一次，
不管他叶楠用什么样的手段，家产我一分不会给他，你终究会后悔的。舆论再不扭转，公司损失会更大。我建议走法律途径，虽然过程会慢一些，但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不行，我需要更快的办法。叶总，出事了！怎么了？楼下来了好多记者，把公司大门堵住了，还有叶楠和高磊也在。多少人？至少20-30个，保安拦不住，他们非要见你。这个叶楠真是个王八蛋，现在就想逼你妥协。是啊，他们估计看你态度坚决的，现在急了。我去见他们。叶宁，你可别上了他的当，咱们可以再商量商量。不用，叶楠还不配让我害怕。叶楠先生，对于叶林篡改遗嘱的事儿，你能说两句吗？我姐姐，我真的不想把家丑外扬，但她逼得我走投无路。你对这次的人事变动有什么看法吗？方便说一下吗？叶楠先生说你篡改遗嘱，你对此有什么回应？请问遗嘱是真的是伪造的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对得起死去的父亲吗？叶女士，你不说话是不是默认了？你弟弟说你威胁律师篡改遗嘱，这是真的吗？遗嘱是真的，我从没有篡改过遗嘱。姐姐，你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高律师就在这里，他可是我们家族律师，负责遗嘱问题。他说的话还能有假？是你蛇蝎心肠，威胁他，逼迫我。叶楠，你少在这演戏，这是我们的家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叶楠先生，你说叶总篡改遗嘱，请拿出直接证据。光凭高磊一面之词，在法律上站不住。我就是证据，我跟在老叶总身边10年，遗嘱也是我亲自拟定的。叶楠，你说我篡改遗嘱，那我问你，当年爸爸去世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当时在国外，没来及赶回来。那你怎么知道遗嘱的内容？你怎么知道高律师被威胁？你亲眼看见了，还是有人告诉你？是高律师良心不安才告诉我的。我只是没想到，你作为我的姐姐，居然这么恶毒。我恶毒？需要我把你做的事一一说出来吗？还有高磊是怎么作假的？叶女士，你的意思是高律师和一楠的指控是假的？当然。叶先生，叶女士说的是真的吗？姐姐，你难道就这么狠心，一点不顾姐弟情谊，还想逼我放弃家产吗？你好狠的心啊！眼泪都没流出来，演技也不行。叶宁，你非要跟我撕破脸是吧？我告诉你，我光脚不怕穿鞋的。你今天不当着大家面把家产给我，我就天来你公司门口闹，看谁耗得过谁。威胁我？不是威胁，是劝你识相点。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不然对谁都没有好处。最好想清楚。叶楠，你以为你真的能威胁我？你什么意思？各位记者朋友，我这里有一样东西，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叶楠在国外吸食违禁品的官方记录。他因持有和吸食可卡因被捕，后来花钱保释，才没有被起诉。假的，全都是假的！叶玲，你为了诬陷我，居然伪造国外执法机构的文件！伪造？叶楠，你说我伪造，那就拿出证据。叶楠先生，你回避吸毒记录的问题，是不是说明确有其事？因为你真有吸毒史，所以老叶总不把家产留给你。我是你真认定吸毒缠上，连个半斤的礼物都没有还。小诺，我说了那是假的，你们不要被他骗了。口说无凭，你在污蔑我们叶总，我会拿着证据对你进行起诉。没错，你说是假的，
有本事你拿出证据。叶宁，你以为你赢了吗？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我请了一个人来，他会告诉大家你到底是什么货色。好啊，我很期待。你这回死定了！他搞什么名堂？不用担心，我能搞定。张阿姨，您来了。这位是一直照顾我爸的护工张阿姨。张阿姨有什么话你就尽情说出来，不要怕。护工，那就是照顾老叶总到最后的人。没错，我照顾了老叶总整整5年，从老叶总生病到去世，一直是我贴身护理。叶总，他真的是老叶总的护工？是的，只是没想到张阿姨都被收买。张阿姨，您今天来是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叶琳这个女人根本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老叶总生病那几年，他从来没看过老叶总，他甚至还嫌弃老叶总，他只是想要叶家的家产。每次都是叶南少爷从国外飞回来照顾老叶总，端茶倒水，细心伺候在老叶总身边。老叶总临终前拉着叶南少爷的手说对不起他，说亏欠他太多了。所以老叶总怎么可能把家产留给叶宁？一定是他动了手脚。张阿姨，谢谢您愿意站出来说真话。叶女士，张阿姨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你凭什么不给你弟弟家产？就是你连亲生父亲都不管不顾，还有什么资格继承家产？叶女士，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问题？你是不是默认了？如果是真的，那你凭什么不给你弟弟家产？就是你连亲生父亲都不管不顾，还有什么资格继承家产？叶女士，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问题？你是不是默认了？各位看到了吧，他已经无法反驳了，那就是承认了。他现在有钱有势，我只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人。虽然我没有钱权，但是我相信真相一定会站在正义的一边。叶少说的对，你快解释啊！再不解释，大家真的都相信叶楠了。叶总，这个护工说的肯定不是真相，你先反驳，我会替你查出真相。叶总，你现在不说话是默认了吗？是啊，看来你真是一个心肠狠毒的不孝女，你赶紧把家产还给你弟弟。就是，我承认，我现在还没有拿到直接证据证明张阿姨说的话是假，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也能从未做过对不起我父亲的事情。这时候装起大孝女了，我看你是怕家产被我抢走才这样说吧？没有证据，那这件事就是事实。张阿姨，你说我不照顾父亲，那你告诉我，父亲生病期间是谁给他找的医院？是谁四处奔波给他找专家医生？是我。他叶南5年期间才回来3次，他真是大孝子啊！你撒谎，医院和专家也都是叶南少爷找的，你就是不孝顺。叶玲，你这个时候还想骗人诬陷我？各位都看到了吧？她叶玲就是这样一个咄咄逼人又无情的女人，根本不配得到叶家家产。就是你根本不配，赶紧把家产还给叶南。还装什么好人，什么女强人？我看就是心思歹毒的毒妇。住嘴！胡说！还装什么好人，什么女强人？我看就是心思歹毒的毒妇。住嘴！胡说！福叔，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我在叶家做了20年的管家，老叶总待我如兄弟。今天有人在这里颠倒黑白，我怎么能不来？福叔，你来了。小姐，有我在，别怕。先生，您是？我是叶家的老管家，跟在老叶总身边20年。那您对遗嘱的事儿知道多少？遗嘱的事儿，我比谁都清楚，因为老叶总立遗嘱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还有老叶总亲笔写的一份补充说明，可以证明遗嘱从未被篡改，而叶楠根本没有资格继承叶家1分钱。叶少，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你撒谎！我撒谎？叶楠少爷，要不要我现在就把这份文件的内容念给在场所有人听？不要，不要！叶楠，我说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要，不要！
叶楠，我说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福叔，您说老叶总写了补充说明，能说说具体是什么吗？不急，我先问问这位张女士，你在叶家做了5年护工，老叶总待你如何？老叶总要待我很好。老叶总生病期间，是叶玲小姐帮老叶总找医院找专家，还是他守在床边照顾？他哪里不孝顺了？既然你说不出来，那我替你说。叶楠给了你10万块钱，让你在记者面前抹黑叶玲小姐，对不对？我对不起老叶总，是叶楠少爷让我这么说的。他说只要我帮他，事后给我20万，我鬼迷心窍，我不是人。你胡说！我什么时候给过你钱？你胡说八道！叶楠，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你还敢动手？他是诬陷，我没有。没有，叶楠少爷，你这些年从叶家拿走的钱，每一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别血口喷人，我可没有从叶家拿钱。你在国外读书了，打电话回来跟老叶总要钱。你吸食违禁不被抓，保释金也是老叶总出的。福叔，那遗嘱又是怎么回事啊？到底谁才是真的？这份补充说明是老叶总去世前3个月亲笔写，上面写得很清楚，所有财产全部留给女儿叶玲。叶楠1分不给，理由有3：第一，叶楠挥霍无度，败光数千万；第二，叶楠吸毒成瘾，屡教不改；第三，叶楠并非老叶总亲生。叶楠，你不是你父亲的亲生儿子，你是你母亲和别人的孩子。你放屁！我是我爸亲生的，你胡说八道！什么？这是 DNA 鉴定报告，你是老叶总一位好友的孩子。因为你父亲去世的早，老叶总看你们孤儿寡母，才决定收养你。老叶总看你们孤儿寡母，才决定收养你。假的，都是假的！你串通叶玲伪造的，我要告你们！这份报告有医院的公章和医生的签字，你可以去查。老叶总声称，如果你安分守己，这事永远保密。可是你非要闹事，还诬陷叶林小姐。原来是这样，那我妈到死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就这样活活被气死。叶楠，你不是老叶总的亲生儿子，却来争夺家产，这不是诈骗吗？你之前还说叶林篡改遗嘱，现在看来，真正在撒谎的人是你。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叶总，我错了，我不该帮叶楠做假证，我一时糊涂，求您原谅我。高磊，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要。叶总，求您了，我不要坐牢啊！小姐，是我一时糊涂，你就放过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现在晚了，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高磊、张护工，你们涉嫌作伪证、诽谤、敲诈勒索，等着收律师函吧。叶楠先生，你别走，让开！都给我让开！让开！都给我让开！今天这一仗打得漂亮，叶玲，你是没看到叶楠那张脸，跟刷了白漆似的。叶总布局周密，提前找到福叔是关键，否则今天被动的就是我。福叔是我爸最信任的人，而且福叔一直是个善良谦和的人，而且我家的事情他最清楚，只是连我都不知道，叶楠不是我爸亲生的。确实挺出乎意料，算是一个惊天大秘密了。没错，不过你怎么想起去找福叔的？我以为我们真的被叶楠玩弄于股掌。就在叶楠第一次来公司闹事之后，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提前派人去乡下找到了福叔。福叔对老叶总真是忠心耿耿。我爸在世时对福叔像亲兄弟一样，福叔说过他这条命是父亲救的，所以无论如何都会守住我爸的遗愿，更不能看到别人对叶家为非作歹。来，敬福叔一杯。就是让叶楠跑了，以他的性格一定会找机会报复，我们还不能放松警惕。刘律师，高磊和张阿姨那边法律程序走完了吗？走完了。高磊涉嫌作伪证诽谤，至少3年起泡。张阿姨涉案金额不大，但也要承担相应刑事责任。那就看叶楠还能耍出什么花招。来，不说他了，扫兴。今天咱们只庆祝。
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你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我不服！谁？孙天宇。我不服！谁？孙天宇。叶先生，久等了。孙总，久闻大名。叶先生，昨天的新闻我都看了。孙总，那咱就开门见山的说，想必你也知道我和叶宁的关系了。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那就要从3年前说起来。3年前我公司陷入危机，急需拿下一个项目。那时候叶灵在职场初出茅庐，但是他却撬走了我一个重要项目，导致我公司差点破产，而他却混得风生水起。没想到叶灵这么卑鄙，所以我想跟你合作。孙总，你想怎么合作？我要搞垮叶灵的公司，让他一无所有，身败名裂。而你想要他的家产，我们的目标不冲突，甚至可以说是一致。没错，这是叶灵公司目前开发的新品，只要我们能拿走其中1、2个产品专利，那他的公司就会失去大批客户，股票也会大跌，这样他的公司自然而然就会倒闭破产。没错，只是现在要怎么拿到，就靠你了。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要他的公司破产，然后低价收购。我要让他尝尝当年我尝过的滋味。我要他所有的家产，房子、直升机、存款，一样都不能少。成交，成交。我调查过，他公司里有一个技术总监叫老张，这个人跟了叶宁很多年，但最近家里出了事，急需用钱。只要我们能收买他，从他手里拿到公司的核心技术资料，叶宁的根基就动了。你有把握？钱到位，没有收买不了的，但是需要你出面。明白。叶灵，这次我看你往哪儿逃。叶灵，这次我看你往哪儿逃。叶总，我们安排的人传来消息，叶楠最近跟孙天宇走得很近。孙天宇？对，而且孙天宇还帮叶楠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叫天齐科技。天齐科技，据我们了解，这家公司目前没有实际业务，估计没憋什么好屁。3年前，孙天宇的公司陷入危机，急需承袭那个项目翻身。我那时候刚入职场，硬是从他手里把项目抢了过来。从那以后，他的公司一蹶不振，差点破产。原来如此，所以孙天宇这是记恨上了。看来这2个人现在要开始合伙了。叶灵，咱们公司出现怪事了。怎么了？咱们公司最近申请的几项专利，去注册的时候，全都被告知已经被提前注册了。什么时候的事？就这几天，而且被抢注的都是咱们正在研发的核心技术。这个太强了，这事肯定不简单。这个太强了，这事肯定不简单。叶总，我这边汇总了情况。最近几天，咱们公司有3个核心项目的专利，去注册的时候都被人提前抢注了，这太离谱了。这里面肯定有内鬼。叶总，我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背叛公司。是啊，叶总，公司待我们不薄，我们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我跟叶总好多年了，我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儿。我也是，我绝不会出卖公司。老张，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叶总，老毛病了，喉咙有点不舒服。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必须开启内部审查，每个人都要查，查清楚为止。啊，那就是还在怀疑我们。公司成立我们就进来了，我们怎么会害公司呢？是啊，我们本本分分工作，连偷懒都不敢，怎么会泄露公司机密？现在咱们核心技术泄露，肯定要先从内部查起，这是规定。没想到为公司这么拼命，公司反而怀疑我们。
我没有那个意思，你们清者自清，但是我作为领导层，必须要查清楚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不用查了。什么意思？在座各位都是跟着我叶灵一起打拼过来的员工，公司的每一项专利、每一个项目都进驻着你们的心血，我相信你们不会背叛公司。叶总，好了，这件事先这样，大家回去工作吧。叶灵，你怎么不让查？万一真有内鬼，损失可就大了。我知道，你别着急。好了，这件事先这样，大家回去工作吧。叶灵，你怎么不让查？万一真有内鬼，损失可就大了。我知道，你别着急。叶灵，我还是不理解，专利都是咱们公司的最高机密，摆明了是有内鬼，你怎么不让查？万一核心技术全泄露了，公司就完了。我当然知道有内鬼，那你……但贸然进行内部审查，会寒了老员工们的心。我要是大张旗鼓的查，还会打草惊蛇。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专利被偷啊。内鬼一旦察觉到我们在查，要么销毁证据，要么提前跑路。所以我们要私下调查。没错。叶总，查到了，那些被抢注的专利，注册公司正是叶楠的天齐科技。又是这个狗东西搞鬼，他到底要作妖到什么时候？天齐科技。是的，而且这个公司刚注册没多久，但是正好公司的技术专利跟我们泄露的一样。看来还是叶楠搞的鬼。你打算怎么办？既然他们主动挑衅，那我就会他们。孙总，我倒挺好奇的，你怎么会在这儿？当初叶小姐可是把我整得很惨的。孙总说笑了，商场如战场，大家都是各凭本事吃饭，我怎么会故意害您呢？叶总果然是女强人，3年没见，说话气场都大了。是吗？哼，孙天宇，你少在这阴阳怪气！当年你自己公司管理混乱，项目方案漏洞百出，丢了公司。齐总倒是怜香惜玉。老姐，你今天来是干什么？不会是单纯来看我这个弟弟的？我就是好奇，我弟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本事了，能开得起这么大的公司？老姐，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叶楠虽然读书不多，但商业头脑还是有的，说不定比你强呢。叶楠，你公司最近注册的3项专利与叶总公司的专利内容完全一致，连技术参数和数据都一模一样。你这是盗窃专利，这能说明什么？专利是我先注册的，那就是我的。要说盗窃，那也是你们盗窃我的。叶灵，你还好意思来问我？就你，小学都没毕业，还能搞出高科技专利？你怕是连专利2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吧？齐总，你说话注意点，我怎么就不能有专利了？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团队，不行吗？你公司刚成立，就算找团队也要研究一段时间，怎么这么快就能申请？那就是盗窃还不承认？你别胡说八道，我就是有这个能力。专利这东西，谁先注册就是谁的，这是法律规定的。你总不能因为你公司大就来欺负这种小公司。你们这叫小公司，你们这叫强盗公司，偷别人的东西还理直气壮。证据呢？你说我偷，拿出证据来啊！拿不出来就别在这儿血口。这3项专利我买下了，你开个价。叶宁，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我都快认不出了。孙总，我倒挺好奇的，你怎么会在这儿？当初叶小姐可是把我整得很惨的。孙总说笑了，商场如战场，大家都是各凭本事吃饭，我怎么会故意害您呢？叶总果然是女强人，3年没见，说话气场都大了。是吗？哼，孙天宇，你少在这阴阳怪气！当年你自己公司管理混乱，项目方案漏洞百出，丢了公司。齐总倒是怜香惜玉。老姐，你今天来是干什么？不会是单纯来看我这个弟弟的？我就是好奇，我弟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本事了，能开得起这么大的公司？老姐，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叶楠虽然读书不多，但商业头脑还是有的，说不定比你强呢。叶楠，你公司最近注册的3项专利与叶总公司的专利内容完全一致，连技术参数和数据都一模一样。你这是盗窃专利，这能说明什么？专利是我先注册的，那就是我的。要说盗窃，那也是你们盗窃我的。叶灵，你还好意思来问我？就你，小学都没毕业，还能搞出高科技专利？你怕是连专利2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吧？齐总，
你说话注意点，我怎么就不能有专利了？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团队，不行吗？你公司刚成立，就算找团队也要研究一段时间，怎么这么快就能申请？那就是盗窃还不承认！你别胡说八道，我就是有这个能力。专利这东西，谁先注册就是谁的，这是法律规定的。你总不能因为你公司大就来欺负这种小公司。你们这叫小公司，你们这叫强盗公司，偷别人的东西还理直气壮。证据呢？你说我偷，拿出证据来啊！拿不出来就别在这儿血口。这3项专利我买下了，你开个价。证据呢？你说我偷，拿出证据来啊！拿不出来就别在这儿血口。这3项专利我买下了。叶玲，你疯了！专利本来就是咱们的，凭什么花钱买？齐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如果不买下来，接下来的项目全部要停止，损失可就不是这些钱，公司可能都要完蛋。可是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咱们要是妥协了，他们以后会更肆无忌惮。我有办法，你先听我的。齐总，叶总有他的考虑。你开个价吧。还是老姐识大体，我就说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钱大家一起赚。说吧，你想卖多少？2亿，3项专利2亿，不过分吧？2亿？你脸咋这么大？齐总，老姐说让我们自己开价。再说了，这3项专利可是我们公司的核心资产，你们不吃亏。好，2亿。不是你真给他啊？等等，我刚才说错了，是3亿，3亿，1项专利1亿。叶先生，这个价格已经严重偏离市场估值。刘律师，我们这是独家的，叶总要是不愿意，可以不买吗？3亿，可以。叶宁，你清醒一点，3亿呀！齐总，相信我。老姐就是老姐，出手就是大方又痛快，就这么说定了。叶林，你到底在想什么？3亿，那可是3亿，不是3万。齐总，少安勿躁。我怎么能不躁？你这是在拿公司的命开玩笑。叶总，说实话，我也不太理解。专利本来就是咱们的，就算暂时拿不回来，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为什么要花3亿去买？你们以为我真的会花3亿买那3个专利？刚才不是答应了吗？答应是一回事，给不给是另一回事。我只是在演戏，演给叶楠看，也演给那个内鬼看。现在公司已经知道专利被窃取，那个内鬼一定会有所防备，甚至停止行动。只有把专利的价格抬上去，让叶楠觉得这些专利价值连城，他才会贪心，才会逼着内鬼继续偷。所以你刚才宁愿花天价也要买下，就是为了证明专利的价格，让叶楠上钩。没错，叶楠那个人贪得无厌，他看到这3个专利能卖5亿，就会觉得剩下的专利更值钱，他一定会让内鬼继续偷。叶总是想趁这个机会引蛇出洞，抓住内鬼。没错，高，实在是高，我刚才还以为你真的糊涂了。齐总，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你说。放出消息，就说公司因为专利被抢注，决定将剩余的核心专利全部转移到另一个保密地点。你是想让内鬼以为有机会下手？他要偷，就得在转移之前动手。叶总，这个计划有风险，万一内鬼没有上钩，或者中途出了岔子，他一定会上钩。3亿，老东西，你听到了吗？叶灵那个贱人居然真的答应了，3亿呀！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叶宁是个心思深沉的女人，不然之前我也不会在她手里。这次她答应的干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孙总，你就放心吧，就算搞不垮，那多捞点钱也行。你说他剩下的那些专利是不是更值钱？公司没有专利，那跟倒闭没什么两样，那就看他愿意给多少。那就能威胁住他了，这样岂不是能卖10个亿、20个亿？叶少，孙总，我觉得咱们还是收手吧，
叶林公司已经发现专利被抢注了，他们肯定在查内鬼。怕什么？你干的不是很利索，他查不到。可是老张，你拿了我们的钱，现在想退出，你觉得可能吗？叶少，我不是想退出，我是觉得风险太大了，要不咱们先停一停，等风声过了再说。你听听你说的什么话？3个专利就卖了3亿，剩下的要是全偷出来，咱们这辈子都不愁了。你难道不想多拿点钱？老张，你不是想多挣点钱吗？等你偷出来，我就给你加钱。你要是不干，你拿了我们钱的事，我立马告诉叶林。你觉得他会给你好果子吃？好，我干。哈哈哈哈，这才对嘛！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老张，你盯紧了，找机会下手。这一次，咱们要把他的老底都掏空，让他公司彻底完蛋。老张，齐总、叶总，我只是来检查保险柜的。检查保险柜需要半夜偷偷摸摸？老张，这里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你还有什么好狡辩？老张，你跟着我多少年？5年，从上个公司就一直跟着你。5年，这5年我对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老张，你吃里扒外，公司哪点对不起你？你居然偷公司的专利卖给叶楠那个混蛋，你是叛徒！叛徒！我不是叛徒，我跟了叶总5年，任劳任怨，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可是我的待遇呢？我1个月工资才2万块，2万块，在这座城市连房贷都不够。老张，你说待遇低，你的月薪2万，年终奖6位数，公司还给你配了期权，你这个级别的技术总监在行业里是最高水，2万还嫌低。你去外面打听打听，同行业同岗位最多给你1万。叶总念你是老员工，给你的待遇一直是超标的。你倒好，吃里扒外还嫌不够。我不是嫌不够，我是真的没办法了。老张，你到底怎么了？叶总，我得了癌症。叶总，我知道我对不起您，您想怎样都行。我得了胆囊癌，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坐牢也好，死了也罢，都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我这一辈子窝窝囊囊没干过什么大事，就是我走了没留下妻子和儿子，他们以后更活，我就想死之前多留点钱给他们。我真的没办法了。老张，如果我说我能治好你呢？叶总，您说什么？我说我可以找医生找专家治好你的病。真的？胆囊癌治愈率很高的，尤其是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只要及时治疗，你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老张，胆囊癌确实不算绝症，我一个亲戚也得过，手术后恢复得很好，现在活蹦乱跳的。我查过相关资料，胆囊癌中期5年生存率超过60%。可是我没钱，手术和后续治疗要花很多钱，我哪有那么多钱？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我会用一切资源帮你找最好的医生，公司的医保也可以覆盖大部分，剩下的我来承担。叶总，您不恨我？我不恨，你也是迫不得已。公司能有今天，也有你一份功劳，我不会看着你死。但是老张，我有条件。什么条件？我需要你帮我把叶楠和孙天宇的犯罪证据全部拿到手，并且隐瞒我已经知道你偷专利的事，我要将计就计。好，这份专利价值不菲，我需要加大投入，让这个女人为我所用，这样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钱进来。